欢迎回到墨事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在这个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分析完了文化镌刻的一些思想结构。现在呢，我们来继续分析，继续拆解。我们先猜第一个啊，西方有三段式超长叙事，中国没有。他们说的西方圣经是三段式的，有起源、堕落、救赎和末日，这听起来很完整。但不巧的是啊，老查呢从10年前开始啊，就以工程师的视角呢来研究宗教了，并不简单是研究信仰，而是研究系统设计。如果我们把宗教当成一个社会操作系统来分析，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它为什么会这样设计？所以当我们用这个视角去看圣经或者看待其他宗教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先看看圣经的真实情况啊。圣经是有旧约和新约，旧约呢陈述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00年，主要内容呢大家都知道了，是犹太人的历史、律法和预言，核心是上帝与犹太人的约定。然后呢，来到新约，它的成书时间是公元50年至150年，主要内容是耶稣的生平和使徒的传教，核心功能是耶稣救赎全人类。首先，如果你了解圣经的人，你就会发现旧约和新约根本就不是一套叙事。旧约讲的是上帝只跟犹太人立约，其他民族不算，而新约讲的是耶稣来拯救全人类，包括外邦人。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叙事，而且新约是后来加上去的。那为什么要加呢？因为早期的基督教要向外邦人传教，必须要打破犹太人专属的框架，并且今天的我们都知道了，圣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也是有人来编撰的。公元325年，尼西亚大公会议曾经确定哪些书卷是正典，哪些呢是伪经，删除了大量不符合正统教义的内容。公元397年，迦太基会议最终确定圣经的27卷新约为正典，把其他的福音书全部排除，譬如多马福音、犹大福音和玛利亚福音，这些都被排除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内容不符合教会想要建立的正统叙事。所以三段式叙事是真的还是编出来的呢？答案是它确实存在，但不是天然的设计，这是个人为设计。这里要区分两件事第一，三段式叙事作为一种工具，它确实有效，它给人明确的人生路线图，这是它的功能性价值。第二个方面呢，这并不代表它天生就该这样，它是教会通过几百年的编撰、筛选和删除才形成的标准版本。最关键的是，既然西方的三段式叙事是人为的设计，那为什么中国的碎片化叙事就不能是人为的选择呢？西方选择了唯一真理，所以需要一套完整叙事来统一思想。中国选择了多元智慧，所以呢要用碎片化叙事来提供不同的价值参照。这是选择的不同，不是功能的缺失。而文化镌刻们的错误在哪里呢？他们偷换了一个概念，把西方选择这种方式说成了这是唯一正确的方式，然后得出结论，中国没有这种方式，所以呢中国是有缺陷的。但真相是中国不是做不到，而是在中国的历史里不需要这种方式。中国的神话确实比较碎片化，这可不是什么缺陷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中国的神话不是用来建立唯一真理的，而是用来建立多元智慧的。盘古开天讲的是宇宙的起源，女娲补天讲的是灾难的应对，夸父追日讲的是意志坚定，精卫填海讲的是永不放弃，后羿射日讲的是英雄的壮举，大禹治水讲的是实干精神。它每一个神话都是一种价值原型，他们不需要串成一条线，因为中国人要的不是唯一答案，而是多种选择。所以三段式叙事一定优于碎片化叙事吗？不一定，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系统。西方模式是信仰型整合，它的优势在于给人明确的人生目标，比较容易快速整合陌生人，因为只要你信同一个上帝就可以了。它确实可以跨越血缘、跨越地缘，建立大规模的共同体，但它的劣势是排他性极强，你不信你就是异教徒，容易产生宗教战争，内部必须高度统一，异端必须被清除。而且即使内部统一了，不同教派之间依然还会打仗，譬如天主教和新教曾经有30年的战争。而中国的模式呢是关系型整合，它的优势呢是包容性很强，三教已经合一了，互相又不排斥，不会产生宗教战争，允许多元价值观的并存。但劣势呢确实是难以快速整合陌生人，它必须依赖血缘、地缘、业缘建立信任。当走出熟人社会，就容易信任崩塌。关键区别在哪里西方说你信上帝吗？信，好，我们就是兄弟。而中国呢是说，你是哪里人江苏的，哪个市的，苏州的，哪个区的，哪条街的，那我们是老乡。所以大家看到了吗？
西方是用信仰建立信任，中国是用关系建立信任。西方的优势是，只要你信同一上帝，不管你是哪国人、什么肤色，大家都是神的子民。中国的优势是，不管你信什么，只要你遵守中华的礼，你就是文明人。西方的劣势就是，如果你不信我的上帝，你就是异教徒，我就要消灭你。中国的劣势是呢，如果你不是我关系网里的人，我呢就很难信任你。所以大家看这根本不是什么不同，也根本不是什么高低。但这些文化镌刻把这些不同偷换成了缺失。他们指出西方有普世宗教，中国没有，所以中国不行。但真相是，中国不是没有，而是从来呢就不需要。因为中国的这套关系型整合逻辑在农业社会、熟人社会里运行的非常好。但到了现代社会、陌生人社会呢，确实会遇到挑战，这是事实。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传统就有问题，而是代表中国的传统呢需要进化。就像西方的宗教战争也是西方传统的副作用，但我们不会说因为西方曾经有过宗教战争，所以西方的传统有问题。我们会说西方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也在不断调整，这才是客观的态度。然后呢，我们再拆解第二个问题说中国缺乏公共叙事。但首先我们要问什么叫做公共叙事文化镌刻说的公共叙事指的是一套所有人都共享的宗教故事。但老查要问公共叙事一定要是宗教故事吗？不能是别的形式吗？答案很明显，当然可以公共叙事的本质是什么？是让陌生人建立共同认同的符号系统。在西方，这个符号系统是圣经；在中国这个符号系统是中国的礼制。形式不同，但功能是一样的。那中国的礼是什么意思呢？是一套共同的行为规范和仪式系统。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在清明节、中元节、春节要祭祖，这不是迷信这是代际连接的共同仪式。在新加坡的社区政府都很贴心为华人们设计了很多的这样的祖先桶可以用来烧纸。通过这些祭祖呢，中国人建立什么第一是时间的连续性，我从哪里来，从祖先来，我要到哪里去，由我的子孙来继承。第二呢是家族的认同，我不是一个人，我呢是家族的一部分。第三呢是道德约束，祖先在看着我，我呢不能做丢脸的事。并且中国人道德约束不仅来自于祖先，还来自于天。人在做，天在看，天道有轮回，老天有眼，这些话每个中国人都懂，甚至每个华人都懂。这不是宗教信仰，这是道德信仰。他告诉你，即使没人看见，天也在看，即使没人惩罚你，天道也会惩罚你。这就是中国的公共叙事，不需要上帝，不需要教会，只需要祖先和天道。另外，3书6礼、守孝3年、婚礼仪式，这些礼不仅仅是习俗而是社会契约的仪式化表达。通过这些仪式，中国人建立什么第一是社会关系，谁是一家人，谁是外人。第二呢是道德义务，我该为谁负责，谁又该为我负责。第三呢就是身份认同，我在社会中的位置是什么，这也是中国的公共叙事。而那些节日庆典，比如说春节、端午、中秋，这些节日不仅仅是休息，而是集体记忆的定期刷新。春节等于全家团圆，端午等于纪念屈原，也就是爱国精神，中秋等于思念和团圆。每一个节日都是一次公共叙事的强化。所以中国和西方的差异在哪里西方呢是观念型叙事，靠信仰建立共同体。你信不信上帝信就等于一家人，不信就等于异教徒。而中国呢是实践型叙事，靠实践建立共同体。你遵不遵守中国的礼法？遵守你就是文明人，不遵守你就等于野蛮人。哪一个更好呢？西方的优势是可以快速整合不同的族群，而西方的劣势是我们也说了，容易产生宗教战争，排他性极强。而中国的优势是不会产生宗教问题，历史包容性极强。而中国的劣势呢，我们也说过了，这套操作呢确实难以快速整合陌生人，但是这些只是不同，不是高低。好，接下来我们猜第三个问题。文化镌刻们说中国人为秦皇汉武自豪，这是弱者型的依附思维，没有独立的主体性。但其实呢，这并不是没有主体性这只是不同的主体性。中国人为帝王自豪，这不是依附，这是家国同构。家国同构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家族的荣耀等于个人荣耀，国家的强盛呢等于个人的尊严。这是一个中国社会的传统方式，也就是集体主义。我们来看一个对比西方呢是崇尚个人主义的，我的价值在于我是谁，我的成就呢属于我自己，我为我自己而活。而中国呢是集体主义，我的价值在于我属于谁，我的成就属于家族和国家，我为家族和国家而活。哪个更好呢？
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但你不能说集体主义等于没有主体性，这是价值观的傲慢，而且很明显是西方优越论的居高临下。另外呢，这些文化镌刻嘛，他们完全忽略了中国的隐士传统。在中国的文化里，一直有出世的传统，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庄子的拒绝宰相，宁可在泥里自由自在，竹林七贤悦鸣教而任自然，苏轼、辛弃疾、陆游虽然做官，但更向往江湖之远。这些人哪个没有主体性啊？中国的文化里一直有两条路，一条是入世，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条呢是出世，归隐山林逍遥自在。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复杂性。我们这里不能选择性失明不能只看到帝王视角而看不到隐士传统。那为什么文化镌刻们他们看不到呢？因为这些完整的分析呢，它没有办法证明中国文化的低劣。我们再继续猜第4个问题短视频让人丧失意义感，是因为中国传统缺乏长期叙事。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了，短视频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吗？那为何这些工具到了西方，美国人、欧洲人也在刷 TikTok、Instagram Reels 因为这是一个全世界的范围里的丧失意义感的时代。我们看数据在美国，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激增，焦虑、忧郁、自杀率上升，社交媒体成瘾。在中国呢，年轻人的心理状况问题也有激增，焦虑、抑郁、躺平、短视频成瘾。那这是中国传统问题吗？这显然是资本主义的算法问题但这些文人们把现代性问题归咎于传统文化，这就是典型的战术性甩锅。更讽刺的是，抖音 TikTok 恰恰是中国学会了西方的那套算法资本主义之后，反向输出给西方的产品。西方发明了注意力经济，中国把它做到了极致，然后卖回给西方。现在西方的年轻人也在刷 TikTok， 也在丧失意义感。这就不是中国传统的问题了，这明显是资本主义算法的问题但这些文化镌刻呢，依然要把锅甩给中国传统。然后呢，我们来到第5个问题西方的圣经建立了信任秩序和平等契约，听起来充满正义感，但代价是什么呀？1095年至1291年，十字军东征，以收复圣地之名，屠 S 穆斯林和犹太人。1184年至1834年，宗教裁判所以维护信仰之名，火刑异端。15至20世纪，殖民扩张，以传教之名，奴役美洲原住民，掠夺非洲。这些就是西方公共叙事代价。西方的信任秩序是建立在排他性基础之上的，你信我的神，我们是等于一家人；你不信我的神，你就是异教徒，该死。中国的历史上大规模的为信仰而战的战争很少，即使有，比如说太平天国等等，那些呢也只是口号，也很快转变成了权力战争。因为中国的宗教传统从来不强调唯一真理，所以难以形成信仰战争的持久动力。儒家、道家、佛家可以并存，你可以在朝堂上当儒家，在山林里当道家，在寺庙里当佛家，这是中国特有的三教合一。中国当然也有战争也有王朝的更替，也有残酷的屠 S， 但这些战争不是为了信仰，而是为了权力，这也是代价，但这是另外一种代价。所以西方有西方的代价，中国有中国的代价，但这些文化镌刻只看到中国的代价，看不到西方的代价。更讽刺的是，当今天的中国经济崛起，中国人的腰包鼓了，嗓门大了，这些文化镌刻呢又有了新的故事。你看，中国人有钱人之后就开始夜郎自大了，这不就证明了中国的文化有问题吗？穷的时候他们说你文化落后，富的时候他们说你暴发户心态，反正你中国人永远是错的。好，我们猜最后一个问题说中国文人的悲剧美学总是指向是非成败转头空，而缺乏与黑暗对抗到底的英勇悲壮。这一点就更神奇了，是非成败转头空，这能算是虚无吗？这显然不是这是一种超越超脱的哲学。什么叫超越就是我看透了成败得失，但我依然选择去做，这可不是消极这是更高层次的积极。譬如苏轼被贬黄州，写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虚无吗？这分明是在失败中保持尊严。而辛弃疾的报国无门，写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也是虚无吗？并不是这是在绝望中保持热血。而陆游临终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是虚无吗？完全不是，这是中国人从古至今的在死亡前保持信念的做法。这些人哪一个不是与当时的黑暗对抗到底？
他们只是在对抗的同时保持了精神的超越。在西方，悲剧英雄往往是与命运抗争到死，比如说普罗米修斯盗火被钉在了山上，西西弗斯推石头永无止境，核心呢是不屈服。而中国呢，悲剧英雄往往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屈原投江，举世皆足我独清，文天祥就义，人生自古谁无死，核心呢是超越。这两面哪一个更高级呢？取决于你的审美，但不能说超越等于虚无，等于缺乏意义。好，到这里我们呢就把这几个问题快速拆了一遍。那这些论述的本质是什么呢？老查总结了一下，第一呢是单一标准，把西方模式当成唯一标准；第二呢是偷换部分概念，把不同偷换成缺失；第三呢是选择性的失明，只看中国的问题，不看西方的代价；第四呢是逻辑的跳跃，把现代问题归咎于传统文化；第五呢是价值预设了一个线性叙事就好于循环叙事，个人主义就好于集体主义的价值预设；第六呢是情感投射，把个人的某些不幸归咎于文化的劣根性。这里老查呢也要说清楚我们拆解文化镌刻的论述，并不代表我们要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我们这个频道呢只是系统性的拆解问题，我们不是说文化镌刻批判中国传统，所以我们就要无条件的捍卫传统，也不是说极左爱国公知喊得响，我们呢也要跟着喊。这两个极端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用情绪代替思考，用立场代替分析。而老查要做的是，不是告诉你中国文化好或者西方文化好，而是帮我们看清任何文化都有优势和代价。真正的出路不是非此即彼，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闭关锁国，而是理解两套系统的底层逻辑，然后创造性的整合。中国的传统需要进化来适应现代社会，但进化不等于抛弃。就像日本的明治维新，他们并没有抛弃武士道和集体主义，而是用西方的制度框架激活了传统的精神内核，这就是一种文明的进化。所以当老查拆解文化镌刻的时候，不是要鼓吹大家呢要变成极左爱国公知，而是希望大家能明白，真正的力量来自于理解的差异，整合所长。这个话题呢，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里慢慢和大家展开。今天我们先把文化镌刻的套路呢先拆清楚。我们首先要公平看待一个问题文化镌刻们触及了一个真实问题，现代中国人确实感到空虚和缺乏意义感，因为这是世界范围的共同议题。而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中国传统没有公共叙事，而是在于中国传统的公共叙事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打断了。之前的节目里也说过这里呢稍微重复一下。第一次打断呢是元朝之后历朝历代的操作，但在大清尤为显著，文字狱思想控制，固化儒家为统治工具，让传统文化呢彻底僵化。而第二次打断呢是建国后的运动，比如说破四旧批林批孔文化大革命，让传统文化呢断裂。第三次打断就是经济叙事了，一切以经济为中心，精神追求呢被压制，让传统文化呢空心化。而第四次打断呢就是西方价值观的植入，用普世价值否定传统，用个人主义瓦解集体认同，让文化自行崩塌。这里要区分两件事第一，被打断是指传统的传承机制被破坏了，譬如文革的破四旧。第二呢，需要进化指的是传统需要适应现代化社会，比如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被打断是外力，需要进化是内在必然。文化镌刻们的错误在于，他们把中国文化需要进化偷换成了中国文化天生劣质，这就是两回事了。这里呢，老查呢要把视角拉开，看看整个华人社会世界上的华人社会比如说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同样面对西方冲击，同样面对传统的断裂，同样呢面对现代化的挑战。这些地方的华人呢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在台湾，传统的保留呢相对完整，但也深受日本殖民和美国的影响。结果一方面繁体字、传统节日、宗教信仰保存呢比其他地方都要彻底，文化认同呢相对稳定。而另一方面呢，去中国化的思潮也在发酵，年轻一代开始质疑华人身份本身。这里没有简单的好和坏而是另外一种身份内战。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和中国文化通常被强行绑定，导致认同中国文化等于认同中国政权，这是很多台湾人无法接受的，所以他们宁可放弃华人身份，也不愿意被贴上认同中国的标签。而在香港，殖民地经历更长，英国的影响更深远，结果呢是一方面法治观念、契约精神相对成熟，商业文明呢高度发达，而另一方面
对中国身份疏离感更强，香港人围着中国人的身份撕裂更明显，这也是身份内战的另一种形态。而且由于中国大陆部分人已经完全进入经济蓄势的状态，这种有钱就是爹的姿态再加上不曾随时代进步的关系型社会，引发了香港人的大量反感。但有意思的是近些年尤其是反送中之后，香港人也在渐渐接受这套关系型社会的运作。不得不说，关系型社会的法则对驯化华人的精神领域确实有非常强大的作用。而在新加坡，在国父李光耀的带领下，我们实现了一个亚洲价值观的试验。结果是什么？一方面儒家伦理加西方制度创造了经济奇迹，另一方面呢，文化上的去根化也在发生，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在下降。有意思的是，新加坡的华人反而没有太深的身份焦虑，因为新加坡从建国开始，我们就明确了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是新加坡人。所以喜欢华人文化的就大大方方的喜欢，不喜欢的也不会有心理负担，和美国的 ABC 其实差别不大，身份清晰，反而没有撕裂。而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的隔壁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华人就有更复杂的处境了。作为少数族裔，他们既要保持华人身份，又要在马来主体社会中生存。而且由于马来西亚的政治情况，华人反而对自己的族群认同远高于其他华人的社区。YouTube 上有不少这类的影片，大家可以自行搜索了解一下。所以在马来西亚的结果是什么呢？大家知道自己是马来西亚人，不是中国人，但对中国的祖国感反而可能是这些地区里面最强的。这可能和最近几十年的中国崛起有关，也可能和他们作为少数族裔的处境有关。所以可以这么说，不管在哪里，华人都在经历身份的内战。这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整个华人族群面对现代化时共同的挑战。区别在于不同地方的华人选择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并且没有哪个选择是绝对正确的。但问题是，当文化镌刻出现的时候，他们不是在帮你理解选择，而是在告诉你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而这个正确答案往往就是抛弃你的传统，全盘接受西方。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就会发现这个问题有多深了。上面我们举例的几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的接受了西方的方式和理想，但同时对华人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依然保持着很强的共鸣和粘性。而文化镌刻们这种公式的核心就是让你相信你天生不行，从而放弃你的文化主体性。而一旦你放弃你的文化主体性，你就失去了选择的能力。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这有什么关系这都是大家自由选择嘛。但从系统层面，老查来给你展示一下它的危害性我们来看3股力量第一股力量是政府层面。如果政府没有提供有效的身份叙事，或者说力量有限，相反看到的都是谁谁谁的子女在国外，哪个的明星是外国籍，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空洞。然后第二股力量就是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文化带来了高速发展和娱乐至死的价值观，会让人觉得西方的生活方式等于成功的标志。最后就是这帮文化镌刻了，他们会群体性的说中国的文化从骨子里就不行。这3股力量叠加在一起会产生什么后果妻子儿女送到国外成了理想，洋人来到国内成了精神扶贫，翻墙爱国和离线爱国党的矛盾成了世界华人的谈资。海外的华人看到这些离奇的故事会更加唏嘘，再加上地缘政治上的非良性对话，华人社区如何能不分裂呢？好，今天我们把第4个战场也拆完了。其实在传统认知里大家可能认为被西方价值观带走的文人就是那些恨国公知们，但今天的拆解我们会发现真正致命的不是他们，而是这些文化镌刻们，他们才是真正的文化刨根者。因为恨国公知或者说思想家和见证们只是告诉你体制不行，政权不行，这些批评只是针对现在，是当下的政治制度，是当前的政权，再多一点就是说说领导人的往事趣闻，打击一下老共宣传的圣人形象。但文化刨根者们不一样，他们不是批评现在，而是否定重来。他们说的是中国传统从根子上就有问题，中国的文化基因里就缺乏某种东西，中国人就天生低人一等，你从来就不行，你认了吧。很显然反驳这些论点往往需要大量的脑算力。虽然老查很有自信，老查的粉丝们是有这个能力，但想想那些会对着一些 UP 主或者播客主要流泪下跪的人们，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不是1926年，并且由于中国这几十年的经济崛起，造就了中国人在海外的2种刻板印象。对西方人来说，人傻钱多素质差，更要命的是女性的价值观取向还不正常，一些很恶心的词甚至成了西方的共识。而对老的一些移民华人来说，
这些暴发户没文化丢华人的脸，这两种印象啊，反而成了这些文化镌刻的证据。你看，中国人有钱没钱都是这样，这不就证明了中国的文化有问题吗？这就是内部瓦解的威力，外部进攻可以防御，内部否定无法抵抗。而当这种否定来自同文同种的华人知识分子时，杀伤力更大。前面说了，这种否定带来的不是反思，而是盲目的西方认同。可能还有朋友会说，老查你这是危言耸听，我才不会相信呢。那好，我们呢就用数据来说话了。我们就看接下来的1年到2年，中国留学生的数量会不会因为最近的一些信息干扰而下降？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如果不降反升，甚至继续暴涨，就说明文化镌刻们这套论述依然有效，大家依然崇洋媚外。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相信中国文化从根子上就不行，你的第一反应不是改变它，而是逃离它，而这种逃离还会形成正反馈，越多人逃离，留下的人就越觉得确实有问题，更多人呢就越想逃离，而文化镌刻们就会获得更多的证据，于是循环加速。好，今天的战场就分析完了，但老查要告诉你的是，对传统文化的污名化还没完。除了说中国没有宗教，除了说中国缺乏公共叙事，还有2个更隐蔽更致命的指控。因为如果说今天的战场只是在否定你的过去，下面的2个战场则是在摧毁华人对未来的想象。然而他们成功了吗？我们下一集继续拆解。这里是摸石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欢迎你关注可 X 的中国人系列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